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年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在产品营销啊，我们台湾叫产品行销啊，呃function 工作的两位资深的人士啊，一位是 Fabio 啊，在 Tipoti 担任产品行销经理，Fabio 你好哎，你好，Zoe，欢迎，另外一位谢是对，另外一位是 Nicholas 在 Circle 担任产品行销经理。Hello，谢谢邀请我们来这个节目。谢谢 啊、Zoe。两哎两位都是老朋友了哈，我们都是在 Ross 商学院毕业的同学和校友啊，很高兴又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重新 connect。呃，今天我们其实就想聊一聊两位的老本行啦，产品行销。因为我为什么想聊这个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读商学院的时候。嗯，产品行销这个方向哈，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当时是一个很难入门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吧。第一是我们都是到美国都是 new immigrant，对吧？有文化的差异，有语言的差异。但是产品行销又特别讲究，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能够卖给你的客户。那你如果对这个客户的消费习惯啊、文化呀、语言没有那么了解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说服他，让他买这个产品？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不记得是谁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你们自己心里评测一下自己哈，你看看你们能不能去做产品行销，就是你去看 Super Bowl，Super Bowl 中场那个广告。你把所有的广告看一遍，你看不看得懂？你如果所有广告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哦，这个广告为什么是这么拍，它这个产品的卖点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这么拍能够把这个产品推销出去，给这个所有的消费者。你如果都看懂了，it's good，你可以去做这个产品行销。你如果看不懂，你可能就会有点困难。我记得我当时特别记住这个事，我就特别去看了那个广告，真的，我差不多有超过一半的广告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这个广告为什么要这么拍。For what reason？对吧？为什么人们看这个广告会喜欢买这个产品？所以我是做过这个测试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做这个产品行销这个行业之前，你们有没有这个阶段，就是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做这个方向，或者说你们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能做这个事儿，然后是怎么样去进入这个行业？我可以先开始，因为我嗯毕业4年进入 Ross 以后，然后我都是在嗯咨询业做业务嘛。在进入来美国之前，我在 IBM 跟 SAP，所以都是 B to B 的公司咨询大厂，然后在台湾做业务。那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本来都是找产品经理，后来发现，哎，产品经理好像不是常会拿到面试，但是我开始转产品行销以后，发现我的业务背景其实是帮助我拿到工作的。你讲的没错，就是如果说 Super Bowl 那些广告如果我们看不懂的话，你可能没办法做一个好的行销，但是比较偏向的是那种 CPG，就是你是做 B to C 的那种饼干啊，然后是这种就是消费性商品啊，但是嗯以 B to B 来讲的话，懂不懂美国文化，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是将训练业务让他们知道怎么卖一个 B to B 的产品，所以你懂不懂美国的风土民情不是太重要，比较重要的是说你懂不懂一个产品，然后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化繁为简，化成是业务听得懂的话，所以。后来我开始找产品行销以后，就发现说，哎，好像我的业务背景是有加分的，因为大家知道说你做过 B to B 的 sales，你知道 sales 是什么，因为产品行销经理就是 sales 的 supplier，那你当初做过 customer，所以你现在回到上面一端做 supplier，就比较知道你客户要什么。所以嗯。我觉得是，如果是做传统行销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就会比较吃亏。可是如果你做科技业的产品行销，我反而觉得美国的文化、消费者的习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发表人觉得呢？嗯，对啊，其实我的经历就是有点类似 Zoe 刚刚讲，因为一开始加入Ross，那时候参加的是Marketing Club，就行销社，所以很多在那个社团的人就想要进入 CPG，因为我那时候的目标是想要进入 CPG。当然，我后来是加入的 E-commerce B2B 嘛，但是我经历的那段时间就是尝试去了解美国的一些文化，然后拜访过很多公司，我参加过一些 tour，去过 P&G 的总部，然后
准备那些面试，然后了解一些 framework 等等。但是我觉得最大没有办法进入的障碍，其实文化也许是一块，但是其实很多公司其实它是不 provide visa sponsorship，嗯，就其实关键问题。连面试的机会，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只有1-2间有提供，对啊，然后就是大家都挤破头要进了CPG 的1-2间。company 普遍不提供这个 sponsorship 吗？是这样吗？对啊，普遍不提供，就是那时候就是每次去 company tour，然后就问他说，哎，请问你有没有提供 sponsorship？然后我们就跟一群国际学生，后来大家好像都进科技业，那这是题后话。但是那一群呢，我们大家就是跑去找 recruit，然后请问你有 sponsor 吗？然后什么什么有没有例外啊，什么等等。但是后来待到后期的时候，我就发现 Ecolab 这间公司，就是我5年做产品行销，做 B to B 嘛，然后化学产品 B to B 就是发现我就跟 Nicholas 讲了，虽然这不是科技嘛，因为我之前也不是做科技，我之前是做制造业，然后运动用品，然后纺织业等等，发现我之前的供应链管理，然后产品开发跟业务的经验，其实就是把产品行销这块把它反过来。因为我之前在迪卡侬这些运动公司的时候，我就跟产品行销经理常合作，因为他们做产品开发嘛，然后开发之后就是下那个 spec 下来，那我就跟台湾的供应商说，我们要怎么去做品质管理啊，怎么做样品开发啊，然后怎么做量产啊，就是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做 product marketing 一开始的那个产品开发这部分。所以把这个东西连起来之后，发现那其实产品行销，我把我行销的经验就是在商学院把它补起来，加上我其他的，因为产品行销其实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你需要有很广的一个观点。假设你只懂产品行销，也许 OK，但是就像 Nicholas 讲，还有业务，那我之前有供应链，然后我了解整个制程，那这整个更整体的经验，其实能够更帮助做产品行销的经验，对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经历。所以听下来感觉是说，两位过去在一些to B 的 company 的工作经验，不管是做 sales 也好，还是做供应链也好，就这些在公司实际的运营的经验，反而会对 to B 的 marketing 会有更大的帮助。呃，是这种感觉吗？对。我的经历嗯是这个感觉，对啊，因为像我刚刚那个经历，就是在化学业嘛，然后他其实他的 buyer 就是我以前做的角色，就是管厂商那些人，所以我了解说管厂商那些人他在想什么，他采购的时候他需要开什么条件，然后看哪些地方，然后对制成有什么要求等等，所以我可以从那个角度去思考说，假设我成为一个行销人员，我要怎么样去定位我的产品，怎么样去看说他考核供应商的时候会做哪些点。那当然，后续在科技业的时候，当然科技业目前是做科技业嘛，当然它的看的方式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大方向是雷同，但是可能执行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以科技业行销的方式。所以你等于是一开始就对你的客户的想法就是会有一些了解，这样其实对是帮助了你就是进入这个领域。对啊，因为我觉得领域的话，就像你刚刚讲嘛，假设你需要一个文化的了解，那当然是也许是 B to C，比如消费型产品，你对文化了解，那文化了解会对于你对产品帮助你了解，比如说你可以分辨出来说，可口可乐跟Pepsi 跟 Dr. Pepper 有什么不同，就是只是一个举例而已。我现在还是不了解有什么不同，因不了解有为我不喝，什么不同，因为我不喝讲一下。这个东西。但相信如果去 Pepsi 面试的人，需要了解说为什么 Pepsi 它的定位是跟 Coca-Cola 不一样，比如说它要 sponsor 哪些东西，它的产品的价值是什么。那类似这种东西，把它转换到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产品行销。假设第一个是你对于这个产业非常了解，那你对产业非常了解，你又有行销的概念，那我觉得这两个加起来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产品行销人员。但如果你缺一块的话，假设你是对产品的了解，但你对产品行销的概念不够了解，那你就是需要去学这块，或者说相反过来，你产品行销很了解，可是你对这个行业的重要事情跟趋势啊什么什么不了解，就相对于会稍微 challenge 一点。就像你回到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做 B to C 的话，当然我是没有做过嘛，但是想象说，举另外例子好了，就是 cereal。它不同牌子到底什么不同？这个口味为什么要黄色的？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吃。但是你身为一个产品行销人员，相对他一定有足够的数据，或者说他做他的 research 去了解说，黄色的或者大家喜欢这鲜艳的颜色。我之前听一些 podcast，好像他们有做过研究说，颜色越鲜艳，就是卖的越好嘛，因为大家喜欢这些光鲜亮丽的是吗？东西。
对，我印象中 Zero 一直都是很 dark，就是那种很暗 brown 的我没有那种。吃都可能讲错了，对啊，因为我没有在吃这些，就是文化这方面，目前这一块我还是没有把它就是很融入我的生活，但是毕竟那也没有很健康，对啊，没对，有这个。我觉得 B to C 的 gap 应该蛮大，就是想象发表跟我如果要去中国大陆要卖什么魔芋爽啊、黄飞鸿啊，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是对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怎么会感到共鸣？所以我们写的文案或者是我们想到的卖点或笑点，可能消费者根本都不懂。那就像 Zoe，你如果到台湾去卖乖乖，你可能不知道说乖乖有什么样的卖点，就是这种是人家从小吃到大，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集体的世代记忆的，我们真的就没办法。对吧？就对对像美国这边，对啊，他们看那个 Doritos，就是他们可能从小看到大，然后他们有一个既定的脉络，或有既定的一个怎么讲想法。我们没有，我们这种外来者太晚进入了，很多东西我们都 get 不到。了解。哎，那我很好奇，你们就是公司，就是你们产品行销的同事，有多少是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有多少是这个呃 native American？呃，我现在的公司蛮多的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嗯，对，但是我们公司是蛮 international，就是美国啊、加拿大啊，然后呃英国啊、欧洲都，但是我讲的 international 就是各种背景都有，对啊，所以是是是，对啊，就所以科技行业还是不太一样，跟传统的这对，种科技行快消品业不太一样，还是不对。太一样。但是我之前 Ecolab 待的公司就是也蛮多国际的 background，但公司是蛮全球了，然后加上它的产业，它 operate 产业就不太需要就是呃怎么讲，文化上面的文化上面不是一个优势啊，它是需要专业知识是一个优势，所以嗯相对来讲它的 talent 就可以稍微多元一点。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我们那个同学，我们有个同学是最后去了 Selenis，对，在 Dallas，记得对，然后他，我觉得还蛮类似。为什么提到他？就是因为他原来在国内，来美国之前是做化工品的 sales 的嗯销售，哼嗯所以当 对 Selenis 来我们学校招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跟他 compete。因为说实话，像比方说，如果我去哈，我都根本没办法念对那些单词，就是那些化学物质的那个英文我都不认识，你更不用说去面试了，就 对 impossible。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当大家想要去做产品行销，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 leverage whatever you have，你的 domain knowledge，你原来的 background，你过去的 experience。带入到这个新的公司或者新的行业，是会很有帮助。否则，你如果贸贸然，就像我们说的，你要真的就一头扎进一个快消品的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公司，你这个 syrup 你也从小到大也没吃过几次，然后你非要做这个产品行销，这就可能就很困难。所以我觉得结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做合理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嗯对啊，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行销它有分很多块啊，比如说有产品行销啊，然后科技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做 SEO 的啊，或者下广告的啊，或者办活动的啊。那我对，觉得相对于有些行销的职位，它相对来讲是比较所谓的 technical，就是他对产品的了解不需要像产品行销那么多。比如说一个 SEO 或者他很会下广告等等这些，其实它相对来讲产业或是产品上面的专业知识需要的要求可能不一样那么高，但是他很懂下广告，他很懂做这些数据的分析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行销它其实还是有分很多块，对啊，嗯所以有些部分的话跟文化的或是产品或是产业专业度的连接不一定那么高，但是对于它本身的工作的专业度要求可能就非常的高，但是相对来讲，他们切换的，就像比如说 finance 来讲哦。其实很多公司 finance 不一定很了解这个产业跟产品，相对来讲，那对啊，反正只要把这个数字这个 数 numbers 字算好，给嗯，它弄清楚就行，对吧？对啊，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行业也有关系。你像科对技业，因为比方说有很多 SaaS 的产品，呃，它是存在要在网络上去找寻自己的目标客户的。那传统对的，比方说快消品，可能就要从传统的渠道。
去 approach 这个 customer，所以跟这个渠道本对身也是有些关系。对啊，肯定嗯是对啊，尤其是这些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点，我觉得蛮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这些渠道的东西，它其实是各个国家跟各个市场它是有专门性的。那你假设以网络上或是以呃网络为主的行销方式，其实全球的差异化相对来讲不会那么大，但它还是有些微差异。举例来讲，我们就是现在公司行销到美国啊，或是加拿大啊，或是欧洲，就些微的差异，但是并不会像说，假设我之前听个 podcast，他们行销巧克力，那可能每个国家的口味可能就不太一样，或者包装的方式啊，或者连产品的命名都会差蛮多。但是假设你一个 SaaS 产品，可能每个国家应该都大同小异。嗯，嗯嗯，有道理。对吧？那我知道两位其实在做一个也是做一个 podcast，叫产品行销，叫台湾产品行销经理在美国是吗？对，尼克是吧？台湾台湾 PMM 在美，对，我们台湾 是翻成PMM 在美对国。翻成英文 对，PMM 产品行销经理。PMM，我看也做了很多期了，我还蛮诧异，就是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华人在产品行销这个行业这个领域，而且在美国在做，这跟我的过去的一些认知好像不太一样。过去就像我最前面说的，就觉得这是很难进入一个行业，可能有啦，就像我们那一届一起毕业的也有同学，真的还是进入这个快消品的 CPG，那我们都是顶礼膜拜的感觉，就是哇，这太厉害了，对吧？能够进入到 CPG 行业的这个 marketing 但两位感觉是不是这个了解一番以后，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华人在这个领域在取得了不错的成功，呃，两位分享一下这个自己的想法。应该还是尼克远下线，少于，应该还是远少于 PM 跟 Engineer，还是有啦。对但我们应该已经访完，可能有没有20%的 PMN 啊？我觉对得搞不好40%，就不真的至于吧？真的也没那么多。我们之前有对，找过啊，发比有做一个清单，然后那清单是几个人啊？30-40个人吗？30个，对啊，以台湾背景为主，对啊，对吧？真的也不是那么多，然后就能够找的，我们很多都找，有些人可能还没有 reach out，但就是这不会是，I mean PMM 本身是一个很新的职位，可能只有10年20年，所以本来就比较新兴的职业，比较少人在做，然后加上就是很多人来美国可能想要转 product manager 或想要转就是别的 role，所以 PMM 相对来讲是比较少。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聊绝大部分的 PMM 了，发表你觉得呢？对啊，有可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几个原因，第一个 PMM 以科技业来讲，其实它的需求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通常一个 PM 通常会对几个 engineer，可是10个吧，还多少个？但是一个 PM 可能对10个 engineer，那一个 PMM 可能对3-4个 PM。所以比如说一间1000人的公司，它的 PM 缺可能就4到10个，就是看公司怎么去分配。所以相对来讲，它的呃需求都没那么多，但是它的成长是看得出来，是越来越多公司去重视这个职位。对啊，因为这个职位就是算是一个专业化，比如说很久以前可能没有 PMM 这职位，可能没有专业化，可能是有些工作交给行销部门来做啊，有些工作交给产品经理来做啊。但是这个专业化的趋势之下，大家发现说，产品行销经理在科技业的产生的价值，让越来越多公司愿意去 hire 这个。但是回到 Nicholas 刚刚讲的，就是以台湾人来讲，还是没那么多，但是依照我之前做那个 research，其实比我想象中还多，因为怎么做的 research？我很好奇，你怎么样能够去做，就是哦，这个了解到这个行业有多少人在做这个事情，怎么做 research？这个算是田野调查，就是 LinkedIn 可以设一些 filter，那我就把一些在台湾有相对学历的，然后 title 是 Product Marketing，就是算是一个粗略的调查，但是我可能忽略到一些可能是台湾背景，但是他可能在美国念大学，像这种人我就抓不到，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从何去找到这些人，对啊，因为不可能然后你从 会就是 reach last out，name。就直接去 reach out 他们吗？这样。对啊，有一些是 reach out，有一些是透过朋友介绍，有些准备要 reach out，对啊，还有一些自投罗网。有一些自还有己来找我们，自投罗网。
对，有人自己来找我们说，哎，我们觉得你这个讲的不错，然后就是说愿意来跟我们聊一聊。有些人说，哇，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做这个时候，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想说，哇，这个产品行销经理，比如说以专门以科技业来讲好了，就是因为行销的资源非常多教科书啊等等，4P framework 等等，但是以科技业产品行销，这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东西。那中文的东西真的相对比较局限一点。然后我们做出来之后，就是有几个观众朋友，他本身也是做产品行销，他就写信给我们说：“哇，你们既然有这个 podcast，其实他们想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就嗯，是分享这些经验，所以也是蛮有意思的。”有意思，有意思。因为我看你们节目做的还很多，有很多集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你跟你们聊之前，我以为好像这么多这个找到这么多人，应该后面会有更差不多。多的人嘛，当然没有想到你们是通过这种有一个选举的方式在这里找人。一个小诀窍啦，当你集数不够的时候，就把它切成2集啊，你就有很多集了。那你们聊了这么多人下来，你们整体上对这个行业以及的这个行业里工作的这个华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包括说他们是怎么来到这个行业的，他们的这里面的成长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心得或者是体会可以分享一下？巴贝，你要不要先讲？哦，好，可以啊。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可以说每个人背景真的是五花八门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我忘记采访多少人，可能8到10位，目前为止第二季，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一开始就做科技业啊，然后有些人可能做不同的职位，或是不做不同的行销，然后透过不同的方式转换到产品行销的方面。但是我觉得有些共通点就是，很多人都是具有那一方面的专门的知识。比如说有些人做 B to C 的，我每次有遇到一些做 B to C，我们采访过2个在 TikTok 做过产品行销的人，他对于B to C 的方面就是稍微比较有涉猎，然后应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去转到产品行销，然后嗯有这方面，然后有些人是对产品行销非常的热忱，然后他可能换过几次 domain，也是有这样的例子，对啊。但我觉嗯得共同点就是大家的历程都相对不太一样，然后每一间公司产品行销着重的地方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它会依照它的公司的需求，比如说它是 B to C 啊，或是 B to B。那 B to B 里面也有分说它是小型的公司啊，或是中型的公司，或是大型的企业。那它是着重业务团队，或是它有时候用 free trial，各种模式都会影响产品行销它实际上工作内容。那这个就是专业来源，比如说我们我是熟人某一部分的嘛，比如说我们负责中型公司，然后卖给finance team，但是其他人可能是专门卖给 IT team 啊，卖给不同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专业来源，对啊。哦嗯，一点想要补充是，就像刚刚发表讲的，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之前跟2个 data scientist 聊过天嘛，他们就说，因为现在有这种相关的学位，所以就是有很大的一个 supply 嘛，然后有点供过于求。可是对 product marketing 来讲，我们没有专业的学位去学这些东西。因为像 product manager 就是谁都可以做 product manager，谁都可以做 product marketing 对 manager，所以每个人来的时候带着他们不同的产业知识，带着不同的 skill set。因为我们有聊过有广告背景的，有心理系背景的，然后有公关背景，就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都有。然后我是资讯嘛，然后发表是政治相关的，就是你真的是什么样的背景来，就会带到不同的强项，带到你的角色里面。所以就是每个 PM 的，就像你都打《三国志》好，《三国志》不是有个六角图吗？有武力、智力、政治什么之类的嘛。每个 PM 点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每个人技能树都会点的很杂，你很难找到2个人是一模一样的技能树的 PM。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背景加入了，甚至有人是从别的角色换成 PMM，不像发表跟我是，我们就是直接转进 PMM 嘛。那有人可能是从一个角色一直转到 PMM，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很蓬勃的领域，然后还有很多的潜在性有待发挥，然后大家都还在挖掘到这是冰山的一角嘛，就是整个 PMM 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然后我们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发现说，哦，你在做这个我没做，哦，他在做那个我没做，然后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学习这样。有意思。那如果你们去，比方说去，帮公司招人，或者是去面试，
那你们怎么去挑选这个不同 background 的这个 candidate？呃，这个标准到底会在哪？还是说看每个不同的公司、每个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需求有不一样还是说也会有一些 standard 的一些标准会需要去考察？发表人的记忆应该比较新一点，我可以。招人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对，因为招人，先讲公司的背景，那1200个人，所以是比较中型的公司，所以以这个大方向前提，为什么会提这个？因为有些公司是巨大型公司，它可能一些 program 是设计给呃 MBA 毕业生，就是他可能看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现在讲的地方就是，假设我要找一个集战力，那我集战力我要去 hire 一个人，因为我是当 interview panel，我想说。我的想法是说，他有办法来做跟我类似的事情，那会有这个架构来想说我通常都在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新产品上市啊，或是训练业务团队啊，或是制定产品的讯息传递啊，跟产品定位等等，然后从这个架构之下去问专业技能问题。那第二部分是了解说他对于这个产业有没有类似的了解，比如说看他的履历啊、经验啊，或者说他就如果不是很了解，就会问他一些说对于我们公司的看法啊，对于我们公司的定位啊。为什么要问这些？就是想说，如果他是类似产业，他有没有办法提出更有趣的一些 insight，然后可以嗯帮助我们团队变得更强？因为我们需要，因为我觉得害人就是除了来大家可以做事之外，还是要激发新的想法，然后可以创造更多的不错的流程啊，然后可以让团队更强。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他是不是从同样的产业，因为这东西其实也不是学不来嘛，那就是产品行销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就是研究。那他们有办法在这个面试的流程之中，快速去研究说，这个公司到底为什么存在？那它的价值跟定位是什么？那这个也算是一种，虽然以询问的方式是以闲聊的方式询问，但是实际上想得到的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产品行销一个重要的地方是一个观点。那观点这个东西听起来还是很玄的嘛，但是你观点地方就是说，你产品的价值在哪里？你要卖给谁？为什么这个客户有这个痛点？那我们东西可以提供他什么的好处等等？那怎么跟其他竞争对手竞争？其实这东西是讲观点这两个字是听起来是很高深，就是很深奥，但其实就是可能那个 marketing professor 可能是花一整年都在教这些事情。哦，你要竞争对手啊，市场分析啊，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是 MBA 上的策略，其实很多东西在产品行销是需要用到。那所以会以专业技能跟对产品产业可能的了解，以这两个方向为主。嗯，然后如果是我在看，我2年前吧，那时候有 hire 一个人，然后做 people manager，就是第一个当然发表跟我们都会先看说这个 hire 的缺到底是什么 label，因为从 product marketing 会有 assistant product marketer，然后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senior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principal 再一路上去嘛，所以第一个要先看他的 title，你们要找什么样的级别，然后再决定说你的 criteria 会设多少。那当然像刚刚方比讲，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能力进去考量，例如说怎么样 go to market，然后他的 messaging positioning，他做 competitive analysis，然后他做一些 content creation、sales enablement 等等，就是把他的六角形全部都问一次，看他哪边点的特别多，哪边点的特别少。那点的特别少，到底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他还没有去花时间，然后去在对话的当中在对话当中听他的观点，然后听他的答案，然后有没有实际的案例，然后回答的深度在哪里，然后去测他水温嘛，你就知道说他的 flow 大概在哪里，然后整个面试完以后，你会知道说他的 seeding 大概在哪里，然后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有多么准备好。那通常比较 junior 的人，我们看的是天花板嘛，我们看他有多少潜力嘛，所以就像 NBA 球员，不是他在选秀的时候会看那种静态的那个水平嘛，就是说他是臂展多少，跳起来多高，身高多高，跑速多快，就是很静态的东西嘛。但等到他打了几年后，就是看他的投射多准，然后他的战术理解性嘛，一样道理，就是很 junior 的 PM，你没有他可能根本没做过。那你要看的就是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的想法、他的思维跟逻辑，他可不可以把很复杂的东西转换成很简单的部分。然后像刚刚 Fabio 讲产品的知识，他有没有做足够的功课，让你觉得说，哦，虽然他不是在你这边上班，可是以他过去可能只是1-2个礼拜或几天的时间，他就可以对你的产品有这么深度的了解，然后可以用很清楚的方式描述你产品的
价值也好，描述你产品的功能也好，然后说服你说，哦，他今天做这工作以后，给他更多的时间，他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他可以让整个公司都更清楚这个产品。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先看这个 role 你要找什么样的程度哦，要什么样的 level 嘛，然后再就是根据这些 level 你去问所有的问题来评断说他有没有到达你要的部分。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 junior 的话，你就会很放水嘛，就不会要求那么严，因为他根本可能没做过，你只要知道他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块璞玉。可他如果是一个 senior 来面的话，你的期望会是说他第一天来就可以做点事情了。那他如果回答一些问题，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点不是很齐全，或者是这个好像不是很有逻辑，或者是这个好像有点在就是吹嘘，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大概会是这样，就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我跟发表的面试方法应该都差不多。所以听下来，对技能的要求其实还是很综合性的。不仅仅是说 marketing 本身，还有 strategy， 还有这个逻辑的分析的能力 analytics， 还有一些对产品啊、对行业的理解和认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能力的一个考察。但是好像听下来，反过来讲，它就并没有那种硬性的要求，就一定要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只要能够符合这样的标准。就是机会也都是开放的，是不是这种感觉？发表不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例子吗？是你是说像跳水还是像体操啊？是像我是讲我忘记对，有点像讲哪一个了。跳水，对，讲跳水不错，就是它比较不像是比如说 不是跑步 coding 嘛，嘛？对对对，不对。是跑步，比如说是几秒最快什么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评审，有评审去判断说，哦，我觉得这个跳水下去，我觉得这角度啊，我觉得这个姿势啊，或者像体操这样，就是评审会去判断说，用他们对于这件事评审觉得完美在哪边，10分在哪边，然后去判断说是9.5。但如果是跑步的话，或是球类比赛，其实就是一个很直观嘛，分数多了就赢了。篮球100比对95，或是跑步第一名就赢。但是跳水或是对啊，或是体操这种，然后我觉对，比得较艺术性。比较艺术性。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可能刚刚没有讲到，就是也会看说这个人的影响力跟他的团队合作能力，因为我觉得产品行销经理，相对来讲他是非常的需要跨部门合作，不管是在行销部门本身，他跟不同的行销部门合作。那所谓的跟大家合作能力，其实就是看他的沟通能力啊，或是因为其实你跟每个人合作的时候，你沟通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跟行销人员，你可能要讲的不一定是这么的 technical 或等等，但你跟业务人员、跟你跟产品经理、跟每个部门，所以这是需要一个灵活，然后是一个好的沟通的，我觉得，然后还有领导能力，这几个都还是蛮重要。是。我总体下来感觉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就是一些科技行业的发展，确实带来了这样的机会，它打破了传统很多对这个 function 的一些限制和条件，其实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去进行尝试，就好像刚才 Nicholas 说的，咱也没有这个产品形象的专业嘛，对吧？你商科毕业的，你甚至是理工科毕业的，你不管哪个专业毕业的，你只要对这个感兴趣，然后你愿意去学习，其实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行业来。像 Circle，像Tea Party，你们公司其实都历史不是很长了，可能都是21世纪以后20年以内。对。的公司了嘛，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可能科技行业的发展确实是带来了这一波这个需求的增长，以及它对这个对传统 marketing 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改变，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像 Fabio，你我从 Ecolab 到这个对。Tea Party，你可能我觉得，感受更深。我觉得科技业就是其实你讲蛮有道理，就是2个点。第一个就是科技很竞争嘛，那你假设说一个产品可能有十几间或5间、20间，那你怎么去说服大家说，除非你是 ChatGPT，大家用了之后发现一定比较好，就是类似这种。但很多 SaaS 产品是 B to B，你可能没有办法试用啊。那你在没有办法试用的中间，你怎么说服说我的产品就是比别人好？那其实我觉得产品行销它相对来讲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那第二个，因为我们3个都待科技业嘛，其实科技业
公司的阵亡率非常的高，那很容易就是赢者恒大。那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的科技业，虽然我们会讲说产品好了一定会卖嘛，这是听起来像是一个废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要去很多东西，其实你真的去使用过，很少人去一个一个比对，他可能很少人可以同时间使用过5个软体，然后他都是这5个软体的专家，然后去比对说，哦，这5个我怎么去？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哦，你去看 A 公司的 review，那你觉得它的缺点是什么？你看 B 公司的 review，所以我觉得产品行销可能有个表相对来讲，格，然后画勾对叉，对对吧？这个东西有，这个没对有，勾叉勾叉，然后那样。对啊，因为相对假设有一个人可能可以同时用过 Slack 或是 Team，可以做过 side by side 比较，但像我的产业，我不相信有人同时用过5间竞争对手产品，这个人可能不存在，这个可能就是要没有第一个他没有专业写五个 review 的人可能会，他们有但5个公司人不可以去，因为会这么干。他都是听，就算你是分析师，你就算是产业的分析师，你也是听产品协销人员跟他 report 说，哦，我这个产品是大概怎么样，然后我还功能趋势，所以以这个方面来讲，假设你把它切回 CPG，你可以把五包，你看五罐可乐喝了，然后你可以说，哦，我觉得哪个比较好喝，这是很客观的嘛。但是你 B to B 的 SaaS，你怎么去比较说谁比较好？一定是他说他比较好，我说我比较好，那大家就来，这是我的看法，对啊。因为以前化嗯，学品的话，大家倒到机器上面用就知道产品好不好。其实你也没有什么虚幻的功能，因为没什么好行销的。他去实验室去 run report 就可以知道说哪个产品实际上是 perform 比较好，对不对？或是你是 pharmaceutical 的东西，但是 SaaS 产品我相对来讲，我做了那么久，忽然觉得，哎，奇怪，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去做1对1比较，对啊，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你这个点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确实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我不管是用什么的 SaaS 的产品，我是真的不可能说把5个公司的产品都拉过来用一遍，然后来比较，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也不现实，对吧？不可对，能，也没有它这个 时间呢。integration 就是这个 setup 都需要时间精力，它最终只能够选取一个方案，然后就用。如果除非是真的不好用，用了1年以后这太难受，或者成本对太高，或者怎么样再去换，但很难说我真的把这些产品全部用一遍。我觉得这个确实给了产品行销人员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做 promote，去讲好自己的 story，去 highlight 这个产品的优势的地方。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表格，对吧？你可以画勾叉，对我这个产品有这个，它没有那个。你那个列那个勾叉是打在什么上面，其实是很有技巧的，对吧？你那个选项可能有10项，但可能真实的有30项。那我为什么选取这10项放在这个表格里？可能这就对，有很多的就空间去操作，对不对？而且你打到勾，有的时候你只是擦到边都要打勾，人家可能做到满了，看来你很有人家经验做到满，对，啊。你就一定得打勾，即便你只有擦到边。对我有一根头发，然后你整个都是头发，我会这样打勾。对，我说我没有秃头，其实我只有一根头发。对对对对吧？就是软体业有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就需要人去把它落地，然后把它具象化，让消费者可以知道说，哦，我到底在买什么。像刚刚 Fabio 讲的，就是每个 SaaS 软体都不太一样，然后你真的很难 Apple to Apple，不像以前就是可能我以前在 IBM 的时候，就软体跟硬体的 margin 就有差嘛，因为硬体就在比规格嘛。大家拿出来就是你的 CPU 几个，我的 CPU 几个，你的 RAM 多少，我的 RAM 多少，你速度多少，我速度多少，就是像卖卫很直接。生纸一样。对，以前在 IBM 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说卖硬体像卖卫生纸，因为规格拿出来比比较好了。可是软体有很多是你没有办法拿出来比的，就是你有这功能，它没有；它有这功能，你没有。然后怎么样 Apple to Apple 很难，所以你就挑对你有利的来比。然后你每个产品行销做的事情就是隐恶扬善嘛。我没有，可是我跟你讲，它不重要啊。你不需要秃头没关系啊，有人秃头也很帅啊，就是你要隐恶扬善。更重要的是，我虽然秃头，可是我没有肚子啊。他有头发，可是他有肚子啊。你就找到一些这种可以攻击的点，然后可以防守的点。所以这就是产品行销经理是一些怎么讲？你的硬背景当然也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把讯息传递到你的客户那边，让他觉得说，哦，好，你的产品真的比别人好，即便他可能没办法去摸到全世界所有的产品，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对，这样听下来就感觉这个工作好有意思啊。是蛮有意思的，有很多是蛮有意思。斗智斗勇的地方。对，还有很多诡我觉得，辩的部分。我觉得讲到这个肯定需要。点哈，其实我想引申出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
AI 时代已经来了嘛，大家都在探讨，对吧？这个 AI 到底能够 replace 到什么程度，什么行业受冲击最大？你们觉得对于产品行销来说，AI 能够代替人去，比方说他自己 generate 一个方案，或者说 generate 一个 presentation 或者 proposal，当然可能完全不是说完全就他自己就出去了哈，可能人 review 一下子。但是你觉得有多大程度 AI 可以来做这个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我是夸秃头还是夸这个大肚腩，对吧？这个你觉得 AI 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不行哎、我很果断的觉得 AI 短时间甚至中时间之内没办法取代产品行销经理、因为我们是决定这个策略，我们决定这个 prompt，就是 AI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有人去给它一个 prompt，然后你可以说哦，你写一个 messaging for 某一个产品，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人去在乎那些小细节，例如说哦，我要请到一个人，然后我要把秃头的地方讲严重一点，我要把胖的地方讲的轻微一点。那 AI 目前为止，它可能没有这样的资讯去做这些微调的部分，就是它可以帮你生出一个，帮你生出一个 messaging house 绝对没问题。可是问题是谁去做这个微调？就一样道理，像你可以用 AI 去写一篇 announcement，可是那 announcement 可能会很多很虚的字，或者很多空泛的言语。那你要有产品行销的人才告诉他说，嘿，我有10个功能，可是我其实只有 ADE 是可以多讲一点的。你写了很多是我不抢的，因为 AI 是基于网络上所有的资讯去产生出这些文章。举例讲好，假设你今天讲是一个记账软体，那他可能讲了10个功能，然后其实有8个你不想提，因为你没有做比竞争对手好，所以你就要告诉 AI 说你去微调。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认为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做事情做得更有效率，但是它真的没办法取代产品行销经理。可是传统行销的人，我觉得很多可以被取代，尤其是 copywriter。我觉得 copywriter 很容易被取代，然后再像是什么网页的写 code 的搞不好也可以被取代，因为你就叫 AI 说，嘿，这是我的 copy，然后我想要长什么样的 format，你帮我生出那个 layout，就有可能会被取代。但就是要做影片也可能会被取代，因为 AI 也可以产生影片嘛，当然可能产生的 quality 不是那么好，可是我认为 PMN 的取代性目前为止真的是蛮低的。但发表你觉得呢？我有点果断了。对，我觉得类似你讲啊，我觉得我的角度是比较偏向于说，产品形象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东西，所以没有正确答案的东西很难被 AI 取代，因为你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你不知道它是正确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的是一个做决策的东西。那举个例子来讲啊，总统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总统做的决策，你没有办法去决定说他做的决策的好处是好或不好嘛？那就像我们的做的决策一样，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市场的比如说量产的上市的一些策略啊，或者说讯息传递要哪个角度啊，或者是怎么等等，就像 Nicholas 刚刚讲，假设我今天请 AI 帮忙做一个竞对的分析，那可能分出来10点，那我可能从头到尾给他做，他可能就是随便网络上抓的资讯，但是 AI 他目前还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讲说我的出发点要从哪里。也许他可以经过不同的，他可以当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比如说像我是蛮常使用嘛，就是比如说反复的问他问题，然后给他不同的条件，说他需要产出的东西是根据什么样的条件。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很多东西是 context dependent，就比如说我的策略是我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等等条件之下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来做这个东西来去评断出它的品质好不好，而不是说一个东西然后没有 context，就是哦这个东西品质到底好不好，这没有人知道，因为假设微软的文案跟 Google 文案一定长得不一样嘛，所以你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以微软的一个架构来看，说它的产品行销的架构应该长怎样，但是它放在 Google 可能就完全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context 就蛮重要。但是我觉得 AI 还是对，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ool，因为其实很多大家在产品行销界或者在行销，其实大家都不管是在写作啊，或者在做收集资讯啊，或做研究，其实都是帮助蛮大的。它是一个很对，好的工具。我想对要补充你刚刚讲那个，就是你 Google 的文案跟微软文案会不一样，就是 AI 可以写出非常 generic 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你对得有人告诉他说你要在哪边更 specific 一点，才不会说你写出来的文案就你写 essay 好了，你写给 Michigan 的 essay，就会发现你拿去 Wharton 也是一样，就是你没有写出 Why Michigan、Why Wharton、Why MIT 之类的，那就得有个人告诉他说，嘿，这几点讲多一点，你才可以 fine tune 成
那一间学校想要看的样子。那一样的道理就是你的产品这几点讲多一点，你才会让你这个产品 pop up，而不是说哦你的记账软体跟他的记账软体其实是一样的文案，那个就得有一个人去告诉他说我的哪边比较强，所以这边要讲多一点。嗯，很好。那所以听下来反而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机械的这种 marketing，就比方说广告投放，我投放了多少钱进去，然后在这个渠道产生多少 lead，这都是非常数据化的、非常精确的、确定的东西。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startup 在做这个事，就是自动的给你做这个投放，然后它用的算法去optimize。那反而是做这种产品行销，这种就像发表说没有正确答案的，但是我们要找一个好的角度，让人能够接受的这么一种策略性的东西，其实 AI 反而是很难去代替的。那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个正好，你看又不挑人，对吧？又没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硬性的 barrier，然后未来呢又需求很大，这个科技业的发展，对吧？然后呢 AI 又不能取代，我觉得这就是 some of the the dream jobs，这个 in the market。就做出来的东西不能被 AI 看起来像 AI 做的，对啊，就是我们是不断的跟 AI 竞争，其实就是 AI 为你们服务了，对吧？你们有一个大的对啊，方向，有一个想法，然后就具体写 typing 的这个东西就 AI 来 type 出来，然后你们说这个不对，这个改一改就好了，对，对吧？没错。对吧？不过举另外的例子啊，我觉得有些细部的产品行销进做的东西，比如研究，比如大数据分析，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要把1000个客户的回馈怎么去整理出一个趋势跟报告。以前没有 AI 的话，你可能要一个一个看，而这一格它讲的是痛点 A，这一格讲痛点 B，你可能做完就花了好几个礼拜，但是现在 AI 可能就丢进去，嗯， 5个结论。那我觉得这方面以研究跟分析上面的话，AI 可以帮助的地方蛮多。那我觉得以大方向来讲，可能相对于不要说取代人力好，但相对来讲，取代的工作机会可能也还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对于 AI 如何去取代工作这方面，可能感受不会是那么的实际，不会是隔壁有一个人忽然消失了，而是你做这个专案的时候，原本你可能要去跟上级说，哎，可不可以给我5000块的 budget 来做这个专案？你看，哎，AI 就可能把这个5000块的需求把它取代掉，对啊，我是这对，么看，而且每个人的工作效率是提高了，运用各对，种工具，对一个人能干的对事情更多了，嗯，对，对。但不没错。管怎么样，这个 function 本身是很难被取代的，就是还是需要人来把控的，嗯。目前没办法，AI 我觉得是发展的对。这么快，搞不好明年我们再录一次就，明天可能找不到我们，因为我们在哎找工作了，找工作，没有，我们三我已经被 个人被 AI AI，取代了。3个人都是 AI 在聊天，我们的 AI 就开始互聊，就不需要我们。明年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头像放在这里，其实这个文案和声音都是 AI 自己在这里，对，三个 AI 互现相聊。现在不是 我昨天看，Google 那个可以做 Podcast 的吗？就给他一个文章，那个生成一个 Podcast 出来，对对对对对，那个真的很扯。我看到了，对对对对，嗯，我昨天那个看到有一个 AI 软体，它可以做你的 clone，就是是我同事有用过，它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对话记录，然后喂给 AI，所以 AI 可以模仿你的 style，所以它变是的，成你的一个 chatbot，就是 Zoe 的 chatbot，或是 对你 Nicholas 你的 chatbot，对文案它也可以生成，对吧？视频发声用你的 它都可以 style。做，所以就不需要，对吧？你做对，一个全自动 AI 全自动的 podcast，可能都没有人注意，那就自己在那里放自己的播。对，我之前哎，看到那个生成式 AI 有一个很扯的应用是，有人用生成式 AI 做虚拟的女朋友，然后他会定期传虚拟的 AI 图片给你，然后就是好像女朋友的简讯一样。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啊！这是人类灭亡的一个迹象，因为生育率对吧？那么低了，这样以后没有那个 incentive，就是找伴侣，对啊，对吧？都只要到 AI 女友就好了。对，你看，我们聊这个 job 本身，大家还是很乐观，说不能替代。但我们突然聊到人类的命运，反而觉得 AI 有可能，对吧？对人类对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就蛮有可能，因为就像你刚刚讲那个 AI 女友，就是可能发明这个东西的人，他可能想说就有商机，他就是发明，他不会想说对于人类的
一个整体的发展，因为他如果不发明，next person 就会发明，所以它商机是存在。对，这种东西就很可怕，因为商机一直都在那边。哎，commercialize 这个资对本主义就是这样吧。对，好，那个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啊，这个把两位在产品行销这个领域，甚至是两位做这个 podcast 产品行销这个领域的 podcast 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感谢两位。我觉得希望我们聊内容对这个听众有一些启发吧，也不一定说有帮助，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启发，其实也解答了我长久以来一些心中的疑惑啊！感谢两位，感谢两位。感谢你邀请我们。谢谢 Zoe，感谢你的邀请。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好，谢谢两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